渐渐的，像你的阳光软软的，像你的云朵是粉色的，咬一口甜甜的。爱上你就像蜜糖遇上阳光融化弥漫，再冷的冬天也会感到温暖。爱上你从今天起都只想要你陪伴，甜蜜的小心机都被你看穿，怎么办？那4人便是石开阳、包胜、孙锦九、古山。对，应该是这样。你可否还记得古山是什么模样？他们蒙着面，我跑得又急。不过，他们其中一人的眼神，倒是给我一种似曾相识之感。啊，对了，他的脖子上还挂着一个精致的金符。金符？昨晚谁救的我？是周师爷。竟然是他。他可受伤了？我请于大夫看过了，说是折了骨头，少则需要休养3个月。去看看。哎，周师爷人呢？周师爷走了呀，说是乡下亲戚来接，一同上路了。他不是骨折了吗？你就让他这么走了？他去意已决，再说回乡下休养，不是更舒坦点吗？听说精通缩骨术之人，能够自如脱换关节，骨折扭伤然后自愈，对他们而言更是家常便饭。难道应该没走太久。追！哎，追谁啊？哎！朱大人，京城乌衣镇人士，盗墓贼古山。鲤鱼化仙案的孙锦九。天一茶馆案的包胜，是。10年前被残忍杀害的石开阳，这些已经下葬的尸体，居然都被挖了出来。看来凶手对这4人有极大的恨意。善恶有报，因果轮回，道人木者，终被道之。没错，这就是我看到的金符。
严沧海曾经说过，盗墓贼首领古山，胸前会佩戴着一枚金符。他们兄弟4人，其他3人都可以放弃祖业，唯独他作为首领，却舍不得，所以一直留着这枚金符，作为他最后的荣耀。可老周平时连鸡都不敢杀。哪个人有没有一点自己的秘密呢？你们看，他身上的每一处关节都是错位复合过的，松动滑脱，定是练过缩骨术无疑。证据确凿，周师爷就是古山。没想到一个盗墓贼，居然在京兆府里堂而皇之的待了10余年。果然，最危险的地方，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当年盗掘太师之女墓的4名盗贼，现在已经全部死了。凶手没有了作案动机，再想抓到凶手就难了。黑衣人刚偷走双鱼玉佩，周师爷就被凶手杀害。这两者之间会不会有什么联系？这是老周最后一次给我买茶，就只还剩这1包了。眼下我们在明，凶手在暗。你越是轻举妄动，就越容易打草惊蛇。你相信我们，相信青丘，我们和你一样想要找到凶手。这不一样。你们抓住凶手是为了伸张正义，可我这次没那么伟大，我只想报仇。我明白。你不明白。我从小无父无母，吃百家饭长大，虽然考中了状元，但却毫无背景。刚上任的时候，所有人都跟我作对，地主豪绅也经常找我的麻烦，我不愿意跟他们同流合污，只能拼个你死我活。可没有人愿意站在我身边，只有老周，只有他愿意一直陪着我。大人，您是要升任了？他对你也是真的好。你们说他掘人坟墓，我无从辩驳。可他与我朝夕相处的日日夜夜都不是假的。陆姑娘，
老周金盆洗手在京兆府当了10年的好人。这10年间，他在京兆府为百姓做过不少好事。他时常找我谈心，说他年轻时犯下一个大错，想要用余生的时间来弥补。我相信他是真的想洗心革面了。我懂，但是你还是要冷静下来，从长计议，好好查一查当年老周的真相，这样才不会让杀害老周的凶手逍遥法外。陆白他怎么样了？我就纳闷了，你想安慰他，怎么不自己去？他视我为劲敌，就算我去好心安慰，也会被当成是风凉话。其实陆白人挺好的，就是容易钻牛角尖。他是个聪明人，会明白的。这个好吃，来。太肥了。好，挑块瘦的。这个瘦，吃这个。太瘦了。我都要吐了，雷捕头。知道你们感情好，也用不着这般羡煞旁人吧？哎，你是不知道，最近府衙里的气氛太紧张了。陆大人因为周师爷的事，整天唉声叹气的。副掌柜今日约我们来，何事啊？我要回荆州了。啊？是来跟你们告个别。想吃什么随便点，今日我请客。好。来京城也有段日子了，查案我也帮不上什么忙，荆州的生意也无人照看，是时候该回去了。不过怎么如此突然？难道你是觉得林大人和陆姑娘在一起了，所以？我要吃糖人，你去给我买。好，我这就去。宫姑娘把雷雨支开，是有什么要说的吗？副掌柜，我原本也不知道情为何物，但是领略过之后，便觉得这世间所有美好的事物，不过如此。尝过了甜头，又怎么舍得放下呢？你说是吧？不甘心又怎样？苦苦纠缠，一点也不洒脱。宫姑娘，我想拜托你件事儿。好，你说。陆儿不爱那珠宝玉器、鲜花羽衣，就喜看稍纵即逝的烟花。我早已准备了一整车烟花，如今只能当作是他的新婚贺礼了。那你为何不亲自跟他说？有些话不必开口，他自然都懂。烦请你将这一整车烟花转交给他，想必在他新婚之夜盛放，定是极美的。即便要走，也应该告知陆儿一声，毕竟真心喜欢过一场。况且，你要不辞而别的话，
洛儿会更加愧疚的。人的出场顺序还真是重要啊！要不是我亲眼见着他们二人经历了那么多才走到今天，我还真挺希望你能如愿以偿的。来，副掌柜，一路顺风。大晚上不睡觉，自己在这儿坐着干嘛呢？这里清静。我让雷雨调来了祭太师之女墓的全部案宗。当年祭太师权倾朝野，又心疼自己唯一的爱女稷下早逝，于是便收罗了全天下所有的财宝，放到了自己女儿的墓室之中。想把最好的都留给她，却不想反倒让她入土难安。稷下死后没2年，祭太师也因结党营私被处死。抄家之时，只在湖底发现了2万两白银，而其他所有的财宝皆不知所踪。所以民间谣言才会愈传愈烈。都说祭太师把一生的财富都藏进了女儿的墓中，招致了盗贼无数。凶手所杀之人皆是盗墓贼，说明祭太师之女与凶手必定有着特殊的关系。可是，谁会为了一个深闺小姐报仇呢？难道说，凶手与稷下有私情？此事真是越想越不通了。复杂就不要再想了，想点别的。比如良辰美景、美酒、佳人。林大人，喝多了又开始说胡话了。我可一口还没喝呢。茵茵，今晚月色这么好，要不我们也……想得美！我说的是赏月。茵茵，走这么急？就送到这儿吧，回荆州多看看我。那是，陆燕的生意还要劳烦你照看呢。什么东西啊？我们刚相识的时候，身无分文，你将仅有的10两银子都投做了我的画本生意。如今这10两变成了100两、1000两、1万两。现在我将这10两银子送还给你，一生平安顺遂，幸福喜乐。闻名遐迩的南一先生，居然才给我10两，你也太小气了吧！以后有什么打算？天高海阔，山高水长，我还要把生意开遍全天下。这世上的女子千千万，总有一人在柳暗花明处等。祝你早日找到那个姑娘。走了，回荆州记得看我。
陆大人，你这么着急找我干什么？你这是干什么？我想通了。试过9次挣脱，双手不再紧握，就算重返寂寞，不像是爱过。记忆不再更新，停止你的消息，选择忘记，全是故意。试过接受蹉跎，假装比你洒脱，干脆闭上眼睛，不看那个我，直到快分不清，爱你是真是戏，骗过了时间，骗不过自己。我想我会明白，不会再去依赖，只能在记忆里去画爱我的一个你。这离别太儿戏，道别的每一句，对爱懦弱的那个人不是我，是你。接受蹉跎，假装比你洒脱，干脆闭上眼睛，不看那个我，直到快分不清，爱你是真是戏，骗过了时间，骗不过自己。我想我会明白，再去依赖，只能在记忆里去画爱我的一个你。触不到你的爱，该来的都未来，这结局比真相难猜，难猜。会再去依赖，只能在记忆里去画爱我的一个你。这离别太儿戏，